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其實，當我們談論到中東局勢的穩定性，這真的是一個極度複雜且充滿爭議的議題。今天我們完全不預設立場，而是要帶大家進入世界知名的辯論殿堂，也就是牛津大學辯論社。我們將把巴勒斯坦前總理穆罕默德·史泰耶的一場經典演說，當做一個純粹的邏輯拆解案例。對吧？透過拆解頂尖的論述，我們能夠大幅提升自己的資訊解析與邏輯歸納能力。這場知識拆解完全不牽涉政治站隊，純粹就是分析這位講者他到底是如何運用歷史、數據與框架來建構出他那套強而有力的說服邏輯。這次牛津辯論的核心命題非常有意思，雙方辯論的焦點在於究竟是伊朗還是以色列才是中東地區最大的威脅。這是一個標準的2選1比較題。我們今天的拆解重點將嚴格聚焦在史泰耶如何一層一層地建立他的論述，去說服現場聽眾，以色列才是那個最終的區域破壞者，而不是伊朗。在實務分析上，面對這種比較級的命題，講者通常需要不僅證明對方的危險，更要證明自己指控的對象具有更深層、更系統性的破壞力。我們就來看看史泰耶是如何做到的。為了讓大家清楚掌握它的邏輯脈絡，我將這場演說的結構精準拆解成了5個核心支柱，分別是辯論的根本前提、歷史恩怨與擴張、4個 M 權力框架、報復的無限循環，以及最後的挑戰國際法。我們馬上進入第一部分，辯論根本前提。任何精彩的辯論最厲害的起手式就是重新定義問題。史泰耶一開始就將對手定調為擴張主義的殖民計劃，直接在聽眾心中植入了強烈的預設磁場。接着是第2部分，歷史恩怨與擴張，也就是史泰耶口中的原始擴張行為與歷史時間線。史泰耶知道，要證明一個實體是區域威脅，絕對不能只談現在，必須拉出一條長遠的歷史時間線，來證明這是一種持續性的狀態。從時間推進來看，他精準挑選了3個關鍵年份來支撐論點。首先是1948年，伴隨着建國而來的難民危機；接着是1967年，他列舉了對約旦河西岸、耶路撒冷、西奈半島以及戈蘭高地的佔領；最後則是1982年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他利用這種時間軸的推進，將這些獨立的歷史事件打包成一個名為系統性驅逐與佔領的包裹，讓聽眾感受到這種歷史的連續性。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史泰耶為了解釋這次軍事行動的根本原因，他拋出了一個極度核心的概念，叫做大以色列教條。根據他在演說中的定義，這是一個疆域橫跨尼羅河到幼發拉底河的巨大領土主張。我們在進行邏輯拆解時，要特別注意這種動機賦予的技巧。史泰耶巧妙地將這個概念武器化了，他告訴聽眾，所有的區域動盪其實都不是偶發的摩擦，而是源自於這個具體的擴張教條。這等於是找到了所有不穩定現象的病根。為了讓這個歷史敘事更具震撼力，史泰耶提出了一個非常冰冷且龐大的數字：95萬。他指出，在1948年，有高達95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離失所，成為難民。在公眾演說中，單純講很多人是完全沒有感覺的。必須給出具體的規模。他將這90萬人的命運定調為這場區域動盪的原罪與最初的催化劑。這等於是在告訴聽眾，這不是過去式的歷史，而是現在進行式的痛苦。我們繼續聊下去，來到第3部分，4個 M 權力框架，探討中東被迫形成的地緣政治階級。史泰耶在這裡展現了政經學者的功力，拋出這套4個 M 框架。這是一個描述中東地區資源與角色被強行分配的階級制度。根據他的理論，第一個 M 是 minds， 也就是頭腦。他指出，以色列自認處於這個絕對優越的位置，掌控核心思維。第2個 M 是 money， 資金，分配給波斯灣的阿拉伯國家。第3個 M 是 muscles， 肌肉與勞動力，像是敘利亞、黎巴嫩、約旦、巴勒斯坦和埃及，被當作廉價的勞動力來源。第4個 M 則是 market， 市場，整個廣大的中東地區被視為傾銷商品的終端市場。他透過這個清晰的分類，指控這是一個用來維持絕對區域統治的霸權體系。那麼
如果有人試圖打破這個階級複製的公式，會發生什麼事呢？史太耶馬上給出了一個殘酷的案例：伊拉克。他斷言，任何國家，例如伊拉克，一旦試圖想要從他們被分配的底層角色中畢業，或者說想要升級，就會遭到徹底的毀滅。這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因果推論，他利用伊拉克的歷史遭遇來強化這個4個 M 框架的真實性與致命性。在邏輯論證上提出理論後，馬上給出實證，能夠極大地增強論述的權威感與可信度。接着進入第4部分，報復的無限循環，聚焦在現代衝突與軍備競賽上。重點來了。在這個階段，史太耶把焦點拉回現實，開始大量列舉現代的軍事行動。為了證明誰才是最大的威脅，他細數了1981年轟炸伊拉克工業設施，對伊朗、敘利亞甚至卡達的軍事打擊，在約旦首都進行的暗殺行動，甚至包含了對美國的間諜活動。這種連珠炮式的列舉，證明了他的理論絕對不是紙上談兵，而是一種充滿攻擊性的牛仔形態。真的，當你聽到講者一口氣列出這麼多跨國行動時，聽眾很難不去質疑這個實體對國際規則的遵守程度。接着，史太耶將焦點轉向近期的加薩衝突，並拋出了極度震撼的具體傷亡數據。他嚴厲地指出，有10萬人喪生，20萬人受傷，45萬1000棟房屋被徹底摧毀，並且導致高達220萬名巴勒斯坦人被迫流離失所。我們客觀地來解析這些數字，史太耶將這些大規模的破壞明確地歸類為強迫遷移與種族滅絕。在辯論中，數字永遠是最有力的武器，特別是當這些數字涉及到龐大的生命與財產損失時，它能瞬間為講者建立起強大的道德制高點。針對區域內的核武軍備競賽，史太耶說出了一句非常經典且值得深思的名言。他說：“你不能因為覺得我會殺你，你就先殺了我，這是叢林的邏輯。”他透過這段強而有力的論述，精準地解釋了他對核武競賽的看法。他將伊朗與伊拉克尋求核武的野心重新框架為一種被動的反應，是為了應對先發制人攻擊的無奈之舉。這個邏輯反轉非常精彩，他成功地將對手口中的威脅論轉變成了因壓迫而產生的自衛反應。為了證明這種破壞力是沒有極限的，史太耶甚至把美國也拉進了論述中。他特別提到了知名的強納森波拉德間諜案。他指出，針對一個每年提供34億美元納稅人金錢援助的超級盟友，竟然也進行間諜活動。他為何要提這個呢？因為這能向現場的西方聽眾證明，這種不穩定的威脅不僅僅局限在中東內部，甚至延伸到了他最大的金主，也就是美國身上。這一步棋成功地擴大了威脅的覆蓋範圍。最後是第5部分，挑戰國際法，講述兩國方案的破滅。我們來到演說的最後一個支柱，史太耶將實體的擴張與蔑視外交規則緊密結合。他知道，要讓國際社會感到恐懼，就必須證明這個對象是完全不受國際法理約束的。他精準丟出一個數字：88萬1000。他指出，目前有高達88萬1000名定居者居住在約旦河西岸的351座定居點中。他嚴厲論證，這叫做既定事實策略，蓄意抹殺兩國方案的可能性。因為當實體的人口與建築已經深深扎根時，就會讓紙上的和平協議變得毫無意義了。緊接着上一個數據，史太耶拋出了演說的最後一個震撼彈：800。他指出，有高達800項聯合國決議被徹底忽視與拒絕執行。這個數字的出現是為了證明一種對國際法完全蔑視的態度。他借由這個驚人的數字完成了他的最終指控：一個無視800項國際共識的實體，才是導致整個區域陷入長期不穩定與戰亂的真正根源。這是一個極具毀滅性的結論。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史太耶的整場演說從否定命題前提，建立歷史敘事，提出4個 M 的結構理論，列舉現代衝突數據，最後用無視國際法的具體數字進行完美收尾。這種層層遞進的框架設計，確實展現了頂尖辯論者的堅強實力。這也讓我們反思，這種結構性的框架真的就是區域動盪的最終根源嗎？
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史太爺展現了頂尖的說服邏輯。他以4個 M 權力框架與歷史敘事為基礎，再輔以龐大的現代衝突與難民數據，成功將單一事件串聯為系統性的擴張行為，並以無視國際法的證據完成最終指控。這種嚴密的論述結構非常值得我們學習。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